每个人对真空有着不同层次的见解。有人认为，移除空气后就能够得到真空；有人认为，我们的真空存在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四维时空；有人认为，我们的真空存在取之不尽的能量；也有人认为，真空存在着屏蔽效应，限制了我们对粒子的观测；甚至有人认为，真空存在隐患，有朝一日会破坏整个宇宙。真空是什么？真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早在古希腊时期，人类就已经有真空这个概念了。比如古希腊哲学家刘基伯和他的学生德谟克里特相信世界是由空间中移动的原子组成的，而这些原子之间存在着空虚，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真空。亚里士多德反驳了这个空虚观点，他坚信大自然会增物绝对的空虚，并且认为宇宙充满了一种称为以太的永恒物质，会迅速填满这些空虚。他的说法在后来被称为恐怖真空假说。随后的亚历山大尝试制造真空，却以失败告终。亚里士多德的恐怖真空假说统治了近2000年，以至于当时候的人们并不相信真空的存在。虽然站在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错误的，真空环境是能被创造出来的。然而，他的观点真的是完全错的吗？真空这个概念真的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吗？所以本期视频将会把真空这个概念分成10层理解，外加1层大气层理解，并且为大家深度解析真空的本质。第1层，真空就是空无一物。早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发明了抽水机了。当活塞空间增大时，水便会涌上来填补这个空间。当时候的人们用亚里士多德的恐怖真空假说来解释这现象，也就是自然畏惧空虚，所以水会立刻填补这个空虚。直到17世纪，人们发现这种抽水方式存在极限，那就是水只能被抽至10米的高度。这引起了罗马科学家的关注，这其中就包括了伽利略。然而，由于伽利略因为日心说而被软禁，并不能做实验，再加上他当时候已经年老多病，于是伽利略临终前向自己的学生托里拆利提出了自己的猜想。伽利略认为密度比水小的油上升高度应该会超过10米，而密度比水大的水银上升高度应该会小过10米。为了完成伽利略的遗愿，托里拆利做了一个实验。他在大约1米长的玻璃管内注满了水银，当把它倒插在水银槽后，管内的水银下降了，水银的高度为76厘米，而上面那块区域就是所谓的真空。随后人们称这段真空为托里拆利真空。托里拆利的发现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站在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其实不难理解，我们的周围充斥着空气，而空气是由原子组成的，并具有一定的重量，能对任意的区域施加压力，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大气压。这就是为什么水银柱会升高至76厘米，以及水会升高至 10.33 米。如果我们把一个容器内的空气吸走了，真空环境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真的能移除容器内的所有空气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会出现漏气的情况，所以人类创造的真空环境存在极限。比如我们家的吸尘器依旧有 80% 的空气含量，在粒子对撞机里，每立方厘米依旧残留着超过10万个粒子。出到外太空，在行星与行星之间，每立方厘米有10个粒子。在星系与星系之间，每立方米会有1个粒子。虽然真空环境很难被创造出来，但是原子之间的缝隙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空。所以从目前来看，真空是存在的。第2层，真空存在能量场。1687年，牛顿给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虽然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能够很好地描述天体的运动，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2个物体之间存在引力以及其中的超距作用。随后，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提出引力场这个概念来解释引力的超距作用。直到18世纪电磁学的兴起，物理学家在描述库伦力以及磁力的时候也用了场这个概念，而且电磁学的场是能够通过实验具象化的。
比如我们撒铁屑在磁铁旁边，铁屑就会按照磁场来分布，这意味着一块磁铁能产生磁场。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磁场是真实存在的吗？比如地球的磁场线会穿过我们的身体吗？其实场这个概念在当时候只是人类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是方便人类去想象，不代表场是真实存在的。直到1865年，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提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这个方程组总结了所有电与磁的现象，并完成了电与磁的统一。根据电磁波理论，变化的电磁场能产生电磁波，而这个电磁波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光就属于电磁波，所谓的光子就是电磁场的激发。这似乎意味着场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并充斥着整个宇宙。不仅如此，每一种相互作用都有自己的能量场或者是力场。就算是真空，这些能量场依旧可以存在，是不需要任何介质的，是连续不断的。有些特定的场能展延至无限远的距离，比如光子和引力波可以传播至无限远的距离。不仅如此，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都在接受着来自宇宙的射线，以及大量的幽灵粒子，也就是中微子。因此，就算是我们真的能移除所有物质并创造出一个真空环境，真空也存在着相互作用的能量场以及宇宙射线，而且这种宇宙射线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我们的皮肤。第三层，绝对真空并不存在。20世纪初，当时候物理学家就已经发现到自发辐射这个现象了，也就是处于激发态的电子会自发地从高能级向低能级跃迁，并释放出一个光子。然而，根据当时候的理论，如果原子处在一个孤立状态，也就是真空状态，那么理论上处在高能级的电子是不会向低能级跃迁的。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外界作用下，量子跃迁是不会发生的。然而，物理学家发现到了处在真空的原子依旧会辐射光子。唯一的合理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真空并不空，而是存在量子涨落。由于原子受到了来自真空的扰动，所以量子跃迁自发地发生了。当然了，真空中存在量子涨落这个现象已经被卡西米尔效应证实了。然而，这里必须澄清的是，真空存在量子涨落以及真空存在能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一层聊的是真空涨落，而真空存在的能量会放到第6层再聊。回到正题，既然真空存在量子涨落，那为什么量子涨落会发生呢？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就提过很多遍了。就像17世纪和18世纪的引力场和电磁场一样，目前物理学家更倾向于用场这个概念来描述宇宙中所有的物质以及相互作用。比如所谓的光子就是电磁场的激发，而电子就是电磁场的激发等等。就算粒子不存在，这些量子场依旧存在，并充斥着整个宇宙。这些量子场的真空期望值等于0，也就是能量的平均值等于0。这里必须注意，我用的是平均这个字眼，这意味着量子场的能量值可以是正，也可以是负，两者恰好抵消了，并形成真空期望值等于0。正能量可以理解，负能量又是什么东西呢？很简单，所谓的负能量指的就是虚粒子，这意味着量子场会产生粒子虚粒子对，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湮灭。所以量子涨落是以虚粒子的形式表现的。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如果某个量子场的真空期望值不为0呢？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会在后5层为大家解答。回到正题，其实这个现象也可以用0点能量去理解。温度越低，粒子的运动速度就会越慢。如果温度达到绝对0度，粒子就会处于静止状态。然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粒子不能同时拥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所以量子场会有0点能量。也就是说，量子场存在着一个最低的能量数值。总的来说，就算我们能移除所有的物质、宇宙射线，甚至是相互作用的能量场，这些量子场依旧存在。第4层，自然界从真空借能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如果一个物品的售价是5块钱，我们可以用5块钱来购买，也可以用9块钱来购买，就是不可以用4块钱来购买。想要购买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东西，就必须向外界借钱。同样的，在经典力学里，我们的自然界遵循着能量守恒定律。如果这个小山的高度是5米，小球必须用5个单位或以上的能量来克服这座山，5个单位以下的能量并不行。但是在量子世界里，我们的自然界是被允许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违反能量守恒定律。如果小球的能量有3个单位，那么它可以从真空借2个单位的能量来克服这座大山。如果小球的能量只有1个单位，那么它可以从真空借4个单位的能量，但是它等待能量到账的时间会比3个单位的更久一些。用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说，能量与时间属于一对共轭物理量，时间的不确定性越小，能量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反之亦然。所以小球就是通过量子隧穿来克服大山，势能屏障越大，小球能穿过屏障的概率就越小。比如在太阳就有这个量子隧穿效应。按理来说，太阳的温度是不足以发生核聚变的，然而核聚变还是发生了，这是因为质子从真空借能量克服它们之间的电磁力，导致了核聚变的发生。此外，在中子衰变成质子这个过程中，中子也是向真空中借能量，衰变成比自己大了80多倍的 W 玻色子，再衰变成质子。虽然反应前和反应后的能量是守恒的，但是衰变过程中的能量是突然飙升的。这好比你在计重秤上做实验，某些化学反应让质量突然暴增80多倍，再回到正常的状态。因此自然界或者是量子系统能从真空借能量。有意思的地方来了，我们人类能不能一样向真空中借能量？这个我会放到第7层再说。第5层，真空存在屏蔽效应。如果我们在实验中测量出一个带电粒子的电荷是1库仑，那么它的电荷真的是1库仑吗？并不一定。让我们假设这里有2个带电粒子，它们在真空中互相受到的库仑力是5牛顿。如果我原封不动地把它们放进水中，那么它们之间库仑力依旧是5牛顿吗？当然不会，这库仑力一定会变小。这是因为介质是由无数的原子组成的，而原子又是由带正电的原子和带负电的电子组成的。带电粒子会让介质里的原子发生极化，极化后的原子会产生方向相反的电场，抵消带电粒子本身一部分的电场。这意味着在水中的带电粒子所散发的电场是更小的，电场越小，2个带电粒子之间的库仑力就越小。换句话说，真空中的库仑力是5牛顿，而水中的库仑力是4牛顿。这种现象也被称之为屏蔽效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带电粒子的电荷在水中变小了。因此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粒子的电荷数值都是在真空中进行测量的。比如在粒子标准模型里，电子的电荷是 1.6 乘以10的-19次方库仑，而这个电荷是在真空中被定义的。可是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真空中确实没有原子，没有原子极化这些概念，但这里的前提就是真空必须是绝对空的。然而我们在第3层就已经提到了，真空并不空，而真空不空这一事实影响了我们对电荷的测量。那么真空是如何影响所有带电粒子的电荷呢？简单来说，我们真空中充满着一正一负的粒子虚粒子对，带电粒子会让真空中的粒子和虚粒子发生极化，极化后的粒子虚粒子会减小带电粒子本身的电场。这个现象也被称之为真空极化。这意味着我们的真空存在屏蔽效应，屏蔽了带电粒子真实的电荷。因此粒子标准模型里的电荷并不是粒子真正的电荷，粒子实际的电荷应该会更大一些。当然了，这个真空的屏蔽效应已经被实验证实了。当物理学家用探测器靠近带电粒子时，带电粒子所显示的电荷比预想中更大。这是因为当我们非常接近带电粒子时，没有任何虚粒子的干扰，
所以这个屏蔽效应就消失了。其实实际的实验过程比大家想象中复杂，这里只是大概为大家介绍整体的思路。总的来说，我们的真空中存在屏蔽效应，屏蔽了粒子真实的属性。第6层，真空的能量密度不为零。刚才第3层提到了真空中存在量子涨落，而多数的量子场的真空期望值为零。那么问题来了，是否存在真空期望值不为零的量子场？还真的是有，那就是希格斯场。希格斯场即使在真空中，能量的数值也不为零。希格斯场的真空期望值大约为246 GeV， 这意味着现在我们的周围充斥着246 GeV 的希格斯场，与我们身上的粒子发生相互作用，并赋予了我们质量。这个希格斯场我们是移除不了的。不仅如此，我们的真空中还充斥着暗能量这个东西。所谓的暗能量指的是让宇宙加速膨胀的一种能量，这种能量不参与任何相互作用，也就是这些能量是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的。暗能量唯一参与的相互作用就是引力相互作用。暗能量能对物质产生负压，让物质之间产生排斥力，而不是引力。所以我们的真空就是存在着暗能量。通过计算，暗能量的密度大约是在10的负9次方焦耳，所以我们的真空存在着微量的能量。有意思的地方来了，真空的能量是可以被获取的吗？这个我们会放到下一层再讨论。第7层，真空中的能量不能被获取。刚才提到了真空中存在能量，但是这些能量是不能被获取的。首先第一点，暗能量不参与任何相互作用，所以我们不清楚这些能量的获取方式。第二点，真空被称之为真空，是因为它是处在最低能量态，处在高能量态的我们是无法获取低能量态的真空能的。第三点，真空中的能量是非常均匀的，也就是说熵已经达到了最大值，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从中获取能量做功。就算我们真的想从真空获取能量，我们必须用某些手段来影响真空的平衡，也就是减少真空其中一个区域的能量。然而，我们付出的能量将会远大于获取的能量，因此，我们并不能从真空获取能量。第8层，真空灾难。目前，物理有2个非常成功的理论来描述我们的宇宙。第一是量子场论，量子场论描述物质以及除了引力之外的相互作用。第二则是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描述了引力相互作用。为什么说量子场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理论呢？这是因为量子场论结合了现代物理学的所有精华，也就是经典场论、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粒子标准模型。量子场论能够很好地描述微观的物理现象，而且与实验结果符合得非常好。然而，当物理学家尝试用量子场论来计算真空的能量密度时，他们发现到计算结果比目前观测到的真空能量密度大了120个数量级，这相当于我们对比整个宇宙的能量和一个光子的能量。物理学家把这个计算结果称之为真空灾难。那为什么物理学家们会得出那么荒谬的结果呢？刚才第3层提到了量子场有0点能量，如果我们把每一个频段的能量加起来并进行求和，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巨大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就是量子场论所预测的真空能量密度。那么究竟是量子场论的理论计算错误，还是物理学家对暗能量密度的观测存在错误？无论是哪一个答案，都将会动摇现代物理学的根基，这是物理学家们不愿意见到的。当然了，还有第3个答案，我们放到下一层再说。第9层，真空存在微调。在粒子标准模型里，每个基本粒子都有自己的质量，但其实所谓的质量是相对于真空而言的。假设这个电子的质量是15个单位，那么电子的质量真的就是15个单位吗？并不一定。如果真空中的能量是5个单位，电子真实的质量是20个单位，那么我们在实验室测得电子的质量就是15个单位。理论上，真空的能量也可以是10000个单位，粒子的能量是10015个单位。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真空与粒子之间的能量差是15个单位，
而这15个单位的能量就是粒子的质量。所以在粒子标准模型里，所有粒子的质量是相对于真空而言的，所以粒子的质量等于粒子真实的质量减去真空的能量。类似的概念也可以运用在真空里。当然了，真空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物理学家认为我们并不知道真空的真实的能量，所以我们观测到的真空能量密度等于物理学家计算到的结果减去真空真实的密度。然而这会带来一个恐怖的结论，那就是我们的真空是经过精细微调的。这是因为量子场论计算到的结果以及真空的真实能量数值是非常巨大的，把它们相减居然能得到如此小的数值。这就好比把全球首富和第二富的总财富进行相减，得出他们的财富差值少过1分钱。此外，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也存在微调这个现象。当然了，其实还有许多物理常数被精细微调了。之后我会出一期视频来与大家详细聊聊这个话题。第10层，真空会衰变。刚才第3层提到了希格斯场，即使在真空中，能量的数值也不为0。希格斯场的真空期望值大约为246 GeV， 并赋予了所有基本粒子质量。然而，希格斯场本身就存在一个隐患，那就是它可能同时具有全局极小值和局部极小值。全局极小值的能量态是真的真空，而局部极小值的能量态是假的真空。目前物理学家们并不确定我们宇宙中的希格斯场处于哪一种真空。如果我们的希格斯场处于真的真空，也就是最低能量态，那就没什么问题了。但如果希格斯场处于假的真空，那么问题就大了。量子隧穿效应可以让希格斯场的势能穿过屏障，让希格斯场的假的真空到达真的真空，而这将会释放巨大的能量，像个泡沫一样以光速扩散，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整个宇宙。这个泡沫会让整个宇宙的真空变成真的真空。这就好比鸡蛋放在桌子上是安全和稳定的，但在桌子上的鸡蛋并不是处在最低能量态。如果鸡蛋受到了一些扰动，鸡蛋可能会坠落到地上并摔破。桌子是假的真空，而地上才是真正的真空。然而实际情况就是鸡蛋没有受到任何扰动，也会通过量子效应摔在地面上。能明白这个比喻吧？不过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第一，真空衰变发生的概率非常低，因为这需要借大量的能量。第二，就算真空衰变在宇宙中的某处发生了，真空泡沫也追不上以超光速膨胀的宇宙。大气层，我们的真空存在时空。早在很久以前，人类就有了时间和空间这个概念了。不过在当时候，时间和空间只是个数学概念，只是方便人类去描述一些物理现象。直到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他把看似毫不相干的时间和空间统一成了4维时空，并提出了著名的中曼尺缩效应。不过这个4维时空在当时候只能算是个数学框架，只是为了解决当时候以太的这个问题。所以4维时空只是在光速不变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并不代表它是真实存在的。直到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他提出4维时空能产生所谓的引力，能对我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这个时候开始，4维时空已经不算是数学上的产物了，而是真实存在的。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周围存在着看不见摸不着的4维时空，能对我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就算是真空，这个4维时空依旧存在。之后出个时空的10层理解，再与大家详细聊聊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的周围是比我们想象中多姿多彩的。把所有物体和空气移除不算是真空，因为我们的周围存在着磁场线、电磁波、幽灵粒子之类的。就算这些辐射不存在，我们的周围也存在着掌握中的量子场，而且是不可能被移除的。不仅如此，我们的周围还存在着看不见的暗能量以及4维时空，而且我们的真空还有发生衰变的风险。就这样，我们真的能理解真空的本质吗？真空究竟还存在着什么未知的东西呢？或许我们一辈子不得而知了。以上就是真空的10层理解了。大家对真空的理解是在第几层呢？
希望这期视频有让大家更理解真空的本质。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喜欢这期视频就帮忙点个赞，我们下期见。